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 GT-R 是强子花了3万美刀买到的，车子整体看起来还算不错，左侧看起来没有受到任何损伤，但右侧就没那么好运了，整个面板已经被刮花了，很多零件都已经报废了，这都要强子去购买新的套件。还好车子还能正常的启动，强子将车子的轮胎补好气后，就把车子开到了车库内，马不停蹄的就开始维修车子。他准备先从车子的前端入手，要将损坏的前杠拆下来看看内部的情况。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出口处竟然一团糟，竟然连横梁前面还都是泡沫的，真不知道出厂时就这样的，还是后期改装时换上的。等强子把一子板也拆掉后，就叫来了几个兄弟一起帮忙，有站在参观的，也有动手帮忙的，真是忙得热火朝天。由于这台车子是强子最早修复的一台车，还没有什么修复经验，所以找一些老师傅来帮忙还是必要的。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忙活，终于将内部套件和玻璃都拆了下来。接着强子就用手机查询了一下拆卸1/4板面的方法，看完之后就拿着工具开始对上面的锚点打磨起来。这不上手不知道，一上手吓一跳，不仅打磨的砂纸都让他弄坏好几根，完成的工作也是马马虎虎，忙了一天了都没有将一块面板拆解下来。强子真应该去找康内去学技术，那样拆解起来就没有这么费事了。不过强子也是个头铁的人，打磨不明白就上去切割，就这样还弄了2天的时间才把其拆了下来。此时的强子也算松了一口气，还好里面的损伤并不严重，只有一处有一个小小的凹痕。强子拿着锤子一点一点的将其复原，虽然修复的不是很平整，看着坑坑洼洼的，但对一个修车小白来说这已经不错了。强子对购买的2手1/4板面简单处理后，就将其扣到了车体上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套件的缝隙竟然没有任何偏差，每一处衔接的都非常的完美。接着强子就用电焊接了起来。你别说强子的修车技术不咋地，焊接的活却干得相当的不错，甚至连点焊的工具都有，没用多长时间就把车子焊接完成了，还细心的把所有焊点和缝隙都涂上了专用胶水。就是轮舱底部没有进行焊接，只用胶水固定是有些草率了，但强子认为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这时强子收到了一个大的邮包，里面装着一个全新的保险杠，还有2个侧裙。可让强子没想到的是，新的前杠竟然安装上去不合适，无奈他只有在朋友那里购买了一个2手的。经过了几番折腾后，终于把前杠安装完成。虽然在维修中浪费了不少的马内，但这也许就是小白修车路上要交的学费吧。接着强子就拿来了吹风机，把引擎盖上的车衣拆了下来，并用清洗剂把引擎盖上的胶处理了一下。等把上面的瑕疵用笔标记好后，就开始对车子进行打磨，并刮上了腻子。虽然手法有些生，但步骤却一个也没有少，甚至还做了很多的无用功，竟然用手喷漆给打磨处喷上了底漆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连我都没看明白。接着他就把车子开到了朋友的喷漆房，准备借用这里给车子重新喷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强子竟然如此的大胆，什么都敢自己上去尝试，喷出来的漆面都流出了斑点，这都没有阻止他的喷漆热情，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一定要将喷漆工作进行到底。不过最后还是在喷漆师傅的帮助下，终于将车子喷好了。接下来的工作就简单了很多，就是将内部拆卸下来的套件全部复原回去，并且给侧面换上了新的安全气囊。等强子把座椅也安装上去后，这台 GT-R 跑车就修复完成了。车子看起来还算不错，只不过只能远观不能近琢磨。看到这让我明白一件事，不管你会不会修车，只要你内心怀揣着梦想，就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将其完成。这就是一个热血男孩的梦想。各位看官们，你们也有相同的梦想吗？请留言告诉我。